每天学习一个 ChatGPT 模型。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段落的扩展模型。文章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观点的表达。我们以段落的写作为例，那在一个段落当中呢，段落的第一句往往是核心观点句。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段落给支撑起来呢？就需要提供各种各样不同的论据。好在现在我们有了 ChatGPT， 我们可以向我们推荐包括事实类的论据、法律法条类的论据、新闻报道类的论据、统计数字论据，或者是经典理论的论据。以下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实操吧。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段落扩展模型怎么样借助 ChatGPT 来实现。我们在使用 GPT 的时候，始终强调的一个原则是要不断的跟它进行对话和互动，因为它使用的是自然语言模型，就是我们人类所使用的语言，所以你就把它当成一个人跟它去聊天，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上来呢，先要跟它通过沟通呢形成一种共识。你让它实现什么样的事情，你首先要让它理解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做，他理解的和你所要求的是否是一致的。比方说这个地方，我上来就问我说，段落写作的时候要遵循什么原则？然后他就跟我说，段落写作的原则有下几个点：一个段落只应包含一个主题或一个中心思想，段落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逻辑关系，充分发挥主题的作用，控制段落长度。你看这个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好了，对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是一名正在练习写作的研究生，在进行段落写作的时候，觉得论证力度不够，请问段落论证应该如何做好？我进一步的把它引到这个论证上。然后他就说，段落的论证力度取决于多个因素，比方说你要表达的观点，你所使用的论据和逻辑关系等。以下是一些提高段落论证力度的技巧，比方说明确观点，有充足有力的证据，使用恰当的逻辑关系，思考信息的用途和来源等等。然后我就说，现在基本上达成共识了，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正是我所理解的这个段落的论证。好，我就问他说，假设我正在撰写一篇文章的某个段落，我已经有了段落核心观点句，你可以扮演我的学习写作辅导老师，帮我完成段落的扩写吗？然后他说，当然可以，请告诉我你的段落核心观点句是什么，以及你想要在这个段落当中表达的主要内容和论证思路，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段落。然后我就说，我段落的核心观点句是，社区共同体氛围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缺失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丢失了附近感。请针对这个观点句进行段落扩写，要求综合使用不同形式的论据。为什么这边有这么一句呢？因为刚才其实在上边他提到了有充足而有力的论据来支持你的观点啊，他这边讲了对吧？论据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其实我是希望他的论证能够更加丰富一些。然后我还要求他这句话作为第一句保持不变啊，也就是说他在扩写的时候这句话应该给我完全保留。你看他完全保留了对吧？第一句话是社区共同体氛围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的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人们丢失了附近感。然后其实给了几条论据，第一条说的就是人们这种邻里关系的淡漠，对吧？第二条说的是一个生活节奏的一个影响，第三条说的是一个城市化的这种强势的推动啊，其实用了3条论据，对不对？但是我自己呢，在读第一段和第3段的时候，觉得学术感还挺强的。但第2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表述，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城市居民一遍又一遍的千篇一律的重复着单调而机械的生活方式，像这种表述就不太学术化，对吧？有一些口语化，我不太满意，所以我说请重新扩写一次，要加强文字的学术性。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它的整个这一段落，它的学术性就非常强了。比方这种失落的感觉来源于人们对邻里关系的淡漠，对吧？你看整个的表述，社区作为空间的单元等等，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学术化的、功能化呀等等。所以你看这一段的扩写的感觉就非常非常好。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段落扩展的模型，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啊。如果需要这些提示词的话，可以跟我们来联系。